为什么有些婚姻里两个人从不争吵，从不动手，从不恶语相向，却比家暴更让人窒息？你可能见过这样的夫妻，他体贴入微，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他温柔贤惠，把家里打理得一尘不染。外人看了都说天作之合，但关上门之后，两个人像住在同一间冰柜里，不说话，不对视，不触碰，没有恨，也没有爱，只有一种比恨更可怕的东西——礼貌。一种精心维护的、密不透风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礼貌。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感觉就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慢慢掐住喉咙，它不会一下子杀死你，它只会让你每一天都活在快要窒息但又死不了的状态里。你想逃，可你找不到一个正当的理由，因为对方什么都没做错。你想恨，可你恨不起来，因为对方确实是个好人。你想叫出来，可你开不了口，因为你连受害者都当不上，你只是不幸福。而不幸福这三个字在所有人看来简直就是矫情。欢迎来到翻扣人物智库，我是翻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来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书名叫《给麻风病人的吻》。别被这个名字吓到，它讲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一个比疾病更可怕的东西。一个美丽的平民女孩被安排嫁给了一个丑陋但善良的富家少爷。在这场婚姻里，没有出轨，没有家暴，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两个好人被绑在一起，然后活活把彼此逼疯。读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中式恐怖的味儿，尤其是这对夫妻新婚之夜的那一段，莫里亚克没有写一个脏字，却比任何露骨的描写都更令人窒息。我待会儿给你们读。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莫里亚克这个法国人写的父子关系竟然也是我们东亚人熟悉的那种变态扭曲的共生。父亲不把儿子当人，只当所有物，从不表达爱，只传递控制。儿子结婚，他装睡不出席；儿子去世，他还是装睡。他的自私是沁入骨子里的，安静到让人毛骨悚然。本期视频涉及尼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奴隶道德，理解难度3颗星。但我保证，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东西不是什么象牙塔里的理论，它就藏在你每一次说算了的时候，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把我做不到包装成我不屑于去争的时候，它就藏在你每一次用善良来逃避改变的时候。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男主角，他叫让·佩鲁埃尔，出生在一个日渐式微的贵族家庭。如果命运是一个发牌的荷官，那给让发的这手牌就很有意思，家世顶级。佩鲁埃尔这个姓氏在当地就是金字招牌，所有人见了都要恭恭敬敬。外貌灾难，莫里亚克在小说的第1页就给了我们一记重锤。矮小的身形跌入壁炉上的那面矮镜，只能映出一张寒酸的脸，双颊深深塌陷，鼻子长而尖，鼻头泛红，软硬的发茬在额头上劈出一个尖角，只消做个鬼脸，牙龈和烂齿便无所遁形了。作者这不是在写外貌，他是在宣判。他要你从第1页就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困境。但最折磨人的不是丑，是明明应该很了不起，却偏偏什么都做不了。让的阶级给了他尊严，他生来就被人仰望，但他的身体和资质给不了他任何兑现尊严的能力。资质平平，性格也不坚韧，做点事就半途而废，身体极度虚弱瘦小，高自尊和极度自卑同时住在一个人身体里，每天打架。这种拧巴比单纯的自卑痛苦1万倍。单纯自卑的人会认命，我就这样了，爱咋咋地。但让不行，他的血液告诉他你配得上一切，他的镜子却告诉他你什么都配不上。再加上母亲早逝，父亲自私淡漠，这个男孩从出生到成年，没有在任何一个亲人那里得到过哪怕一丁点的情感滋养。说到父亲，我必须单独拿出来讲讲，因为杰罗姆先生这个角色太典型了，典型到你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里认出他。他每天下午1点到4点雷打不动睡午觉，这3个小时里，整个大宅乃至外面的街道都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完了他还有起床气啊，无论你保持得多好，他最后都会说自己是被什么声响给吵醒的。这人就有毛病，而且他身体也很虚弱，
整天躺在床上，所以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安静的独处。他获得了大段深度阅读和思考的时间，但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因为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人拥有了大量思考的时间，结果就是他幻想了很多，也渴望了很多，名利、荣耀、惊心动魄的爱情。可这些东西无论因为内在还是外在的原因，他都做不到，只能空想。一个人最痛苦的状态不是没有欲望，是满脑子的欲望，却没有一丝一毫行动的能力。灵魂被关在玻璃罩子里，看得见外面所有的精彩，却永远触碰不到。而他家仆人的孙子，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孩，长得健康强壮俊美，整天在院子里给菜地浇水。镇上的女孩从不掩饰对他的喜爱，让每次看到这个少年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自己不配继这个帅小伙做主人，每次在人家周围就显得畏首畏尾，呆呆愣愣。书中有一段原文，残忍到我必须给你们念：偏偏少年纵是平民，也有权向任何少女投去坦荡的目光，让卑劣的憎恨着他，又为这份丑事而自惭形秽。然后让喃喃自语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认为是全书最心碎的一句：我的灵魂啊，在这夏日的晨光里，这颗灵魂竟比皮囊还要丑陋。你品品这句话的重量，他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丑陋，身体的丑可以遮掩，他最痛苦的是他发现自己的灵魂比身体更不堪。他憎恨那个少年，不是因为少年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而是因为少年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否定。这一份憎恨让他觉得自己卑劣，而意识到自己卑劣这件事又让他更加自惭形秽。这是一个完美的精神死循环。而就在这个时候，让碰巧翻到了一套尼采的书，这本来可能是拯救他的东西，但对于一个精神已经摇摇欲坠的人来说，尼采不是一盏灯，是一壶烈酒。喝对了壮胆，喝错了要命。让喝错了，他读到了尼采关于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理论。简单来说，主人道德认为强大、创造、有活力是好的，软弱、卑微是不好的。奴隶道德则正好相反，把温顺、忍让、谦卑定义为善，把强大、骄傲、欲望定义为恶。它的核心操作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就说它是坏的，我做不到的事我就说不做才是高尚的。这套理论后面我们会详细拆解，但问题是让只读了个半懂不懂就对号入座了。他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陷阱，我就是尼采谴责的那种奴隶。我的善良，我的忍让，我的谦卑不是美德，而是弱者给自己编造的安慰剂。他把一个哲学理论变成了审判自己的法庭。知识在对的人手里是火把，在错的人手里是绞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又给让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桩婚事，一桩他做梦都不敢想的美到不真实的婚事，而恰恰是这桩婚事把他彻底推进了深渊。让的家族暗流涌动，他的姑姑和表哥一直在伺机而动，想把佩鲁埃尔家的产业划了到自己手里。杰罗姆就这一个儿子还这么弱，顶不起门户，人家能不动心思吗？当地有个和让父子关系不错的神父，为了保住佩鲁埃尔家的支持，他非常卖力地想帮父子俩守住家业。最直接的办法，给让找个妻子把这门户给顶起来。而神父推荐的人选竟然就是让做梦都不敢想的那个女孩诺艾米。让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但神父说已经探过口风了，人家家里非但不反感，甚至还觉得祖坟冒青烟。毕竟那是佩鲁埃尔家，名门望族，普通人家的女孩嫁进来那叫高攀。让能不高兴吗？从未有过这种奢望。书中有一句描写两人之前唯一的接触，写得极其克制，却动人到让人心碎。当他的幽影掠过教堂中殿时，一阵冷香拂过让的肌肤，这是他生命中尝过的唯一一吻。这个男人真的是太压抑，太缺爱了，一辈子没有品尝过任何来自异性的充满欲望的注视，结果现在直接一步到位给他安排了一个绝世大美女。这个冲击力是真的吓人。
狂喜之后当然就是自我怀疑，让觉得诺艾米一定会厌恶自己。他就向父亲寻求宽慰，父亲的回应非常典型，无意辩驳，因为他自己也从未被爱过，自然不信儿子能有此福分。老头想法很简单，娶老婆就是传宗接代的，能用就行，你管他是不是真喜欢你。我都打听好了，这个女孩非常克己复礼，恪守妇道，敬畏上帝，顺从丈夫，生养了许多孩子，也仍能保有朴素之志。翻译成人话就是别指望老婆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你就当娶了个生育工具。这时候让想起了尼采，对呀，这不正是我摆脱奴隶道德主宰命运的机会吗？一直觉得自己点背走霉运，现在这么一个好事砸在头上，应该勇敢地接受，然后坦然地相信自己配得上最好的。但我们从上帝视角已经知道了，他对尼采只是一知半解，所以此时表现出的欣喜若狂总带着一种危险的气息，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刚学了2个理论动作就要跳进深水区。说到这儿，我们来看看两人正式见面的名场面。在让的心中，女孩已经从神坛走下来了，她甚至迫切地想要找到诺艾米身上的缺点，这样自惭形秽的感觉还能缓和一点。但真正见面时的对比是相当惨烈的，让实在太瘦小丑陋了。即使之前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她还是控制不住地脱口而出，自己配不上他，自己很自卑，不值得。越说越嗨，喋喋不休，急切地想向诺艾米证明自己灵魂的高贵，足以弥补外形的不堪。如果我们把镜头切到女孩的视角，这就是恐怖片了。两人独处，家长都在外面。诺艾米望着紧闭的房门，内心倒并不惊讶。他早就听过让佩鲁埃尔的传闻，那是个怪人，精神不太正常。书中写道，他的恐惧未绝，门扉也依旧紧闭，整座宅邸一片死寂，唯有那佝偻的身影与他的手势仍在翕动。少女不安起来，一股酸涩的泪意涌上心间，哽住了呼吸。让终于感受到他竟蓦然生出了惧意，仿佛置身于藏匿着蝙蝠却不见其踪的暗室。这个氛围直接把女孩吓坏了。她母亲再次出现的时候，她立刻扑了上去寻求安慰。旁边作为媒人的神父就顺势把这个动作解读为女孩答应了婚事，但无论他什么反应，神父都会这么解读。有意思的是，后面发生的事，乡邻们竟然都嫉妒诺艾米家结了这门婚事，觉得女方高攀了。神父也在大力宣传，佩鲁埃尔家少爷虽然长得丑，但人品贵重啊。女人原本就没有欲望，丈夫的外表哪有内在重要？你看，整个社会合谋构建了一个叙事，你嫁给他是你的福分。这些外部的正向反馈让在接下来的几次会面中越来越膨胀。他高谈阔论，手舞足蹈地卖弄他一知半解的学问。每当让在客厅沙发上高谈阔论，诺艾米那肃然的沉默总令他相信，诚如神父所言，端庄的女子却是更看重未婚夫的品行。人都有点得寸进尺，自信起来的让反而开始挑剔诺艾米了，觉得他没有初次见面时那么惊艳，那么让他心潮澎湃了。一个丑人已经很难面对了，一个过度自信的丑人简直就是灾难。如果我们把视线再次转到女孩那边，就能看到真相，她不是接受了，她是无路可走了。诺艾米相完亲就直接对他妈说，我不想嫁人了，我要出家，把余生都奉献给宗教。但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媒人是当地德高望重的神父，嫁的还是名门望族，他没有资格说不。他把瘦弱丑陋的让比作一只蟋蟀。这段心理描写读起来也是有点恐怖。他悲怜地审视自己贞洁未染的躯体，这具保蓄生命热力却如草木般清冽的肉体，那只蟋蟀将如何采撷呢？他知晓了自己必须承受所有爱抚，挨过那个神秘可怖的仪式，而后诞下一个婴孩，一个黑瘦的小佩鲁埃尔。这只蟋蟀将啃食他的余生，栖于他的枕畔。你发现了吗？在这场婚姻还没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在各自的牢笼里了。让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配不上他。诺艾米痛苦，因为他被迫要把自己交给一个本能排斥的人。但他们都是好人，没有人做错了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命运只是把两个不该在一起的灵魂用一纸婚约焊死了。大婚之日到了，
杰罗姆先生不出席，赖在床上，这种离谱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当年他妻子去世的时候，葬礼当天他也在楼上装睡，仪式一结束准时起来，让去房间求他赐福，他避而不见，留着瘦小的儿子一个人面对一切。姑姑和表哥当然也来找不自在，脸耷拉的跟参加丧事一样，一直说些不吉利的话。作为让在婚礼上唯二的亲人，这些话无论他多努力的不在意，都会成为一种隐秘的心理暗示。重头戏来了，新婚之夜，提醒一下，接下来这段有点令人不适。盥洗台下没拉帘子，洗漱用品就那样赤裸裸地堆着，墙纸上沾着蚊虫的残骸，敞开的窗外，海湾的潮气裹着鱼腥、海藻与咸涩，一股脑涌了进来。引擎的尾音追随航道飘向了远方，印花帷幔上，两位守护天使正以手掩面，一副羞态，让佩鲁埃尔经历了漫长的鏖战，先是同自身的冷淡对峙，继而与一具女尸决力。破晓时分，持续6个小时的搏杀以一声细弱的呻吟告终，让佩鲁埃尔汗流浃背，僵卧着不敢动弹。他全在终于放弃抵抗的尸身之侧，比尸虫更令人作呕。诺艾米如同沉睡的殉道者，青丝紧贴在额上，恍若濒死之人。那张受虐孩童似的脸越发尖小，双手十字交叠，护住无垢的胸口，指尖仍紧攥着那块微微褪色的布制圣牌与几枚铸造粗糙的金属圣章。趁他未醒，本该有人亲吻他的双足，将这柔软的身体悄然抱起，托付给贞洁的浪沫。莫里亚克没有写一个脏字，他用鏖战形容做爱，用女尸形容妻子，用殉道者形容新娘。这不是洞房花烛夜，这是一场没有凶手的谋杀，而这场谋杀才刚刚开始。我在这里想岔开一下，跟大家聊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话题，男性精神力与女性欲望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是真的不理解让后来的崩溃，觉得这哥们儿有钱有势，不就是长得丑点老婆不乐意吗？一个大美女能用就行呗，至于受这么大打击，这种想法恰恰暴露了一个藏得很深的认知盲区。有一部分人，尤其是格外推崇传统男性气概的群体，严重低估了欲望对于一个男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他们习惯性地把两性关系简化成钱的关系、权力的关系。因为否定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长相英俊、有性格魅力的男性，即使物质条件很差，也备受追捧。秘密就在于女性的欲望，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来解释。在父权社会里，多数男性从出生起就携带了一份底层自信，这是性别给他们的原始底色，然后是家庭的稳定、事业的积累。一个男人的精神力就从这些方面逐渐搭建起来，在这些维度上，大多数男人之间拉不开太大差距，但有一个隐藏的补给源，只有感受过的人才懂，那就是来自异性的真实欲望。注意，我说的不是发生关系，甚至在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情况下，一个眼神、一种氛围就能传递它。有相当一部分男性一辈子都未曾在任何一个女人那里感受过真实的欲望，即使已经结婚。为什么？因为承认女性欲望的存在，对于父权思维来说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它意味着女性有自主意识，有选择权。她不会因为你政治正确就选择你，而是看你是否是她真正想要的人。你的努力可能毫无回报，你的道德正确无法兑换吸引力，而真实的女性欲望是带有攻击性、掠夺性、占有性的，只要出现了，绝对不会误判。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展露出真实的欲望，对他的精神力是正向的，甚至比尊重还高级，因为那是对一个人本身的肯定，不是你做了什么、拥有什么，而是你存在本身就足以引发渴望。在这种氛围里养出来的精神底色更从容、更平和，少有没来由的攻击性。当然，精神力这个概念是中性的，跟道德善恶无关。很多帅哥后来飘了油了，就是精神力过剩溢出的结果。就像我们故事里那个仆人的孙子。我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理解新婚之夜那场灾难性的失败
对让的精神攻击到底有多大。他偷窥过诺艾米和仆人孙子偶然碰面时的互动方式，他见过诺艾米展露欲望的样子，跟自己在一起时那种悲壮就义的死人姿态完全是两个物种。新婚夜赤裸相见，体型差直观到残忍。更要命的是他不行，身体先于精神背叛了他。他在婚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一点尼采式自信，几天之内全部清零。原定3周的蜜月旅行10天就回来了，婚后日常就更拧巴了。诺艾米疯狂地投入家务，打理家事，照顾生病的公公，端屎端尿也不嫌弃，还特别热衷去做弥撒。反正就是逃避一切可能跟让接触的机会。前几天的夫妻生活显然是把他吓出了阴影，让也很识趣，每天早上出门去野外晃荡，天黑才回家。整个家里只有杰罗姆很开心，儿媳妇成了他生活的新乐子。他也不管这对夫妻反常的离谱的相处方式，反正只要他自己被伺候着就行。诺艾米每晚都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丈夫回家，但她很了解自己，这贤妻的戏码撑不长久，多撑一刻就要破功。同床共枕的时候，她会强迫自己紧闭双眼，咬紧嘴唇，恰似斗兽场中纵身扑向猛兽的殉道少女，将这个可怜人拥入怀中。后来两人也有了某种默契，尽量不接触，每晚让先躺在床上装睡。诺艾米拖延到很晚才偷偷溜回房间，贴着床和墙的缝隙入睡。他一开始还因为让的善良而感到愧疚，直到有一次他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到让在偷偷地摸他，那种真实的带着体温的恶心触感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忍受力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两人从未争吵过，相敬如宾，但在让的内心深处，他依然在渴望爱。有一天神父来访，想让去巴黎发展。诺艾米听了先是阻止，又说想陪他一起去。他这么做不是舍不得，恰恰相反，他非常想要两地分居。但他被规训过要做贤妻，得表演一下。公公听到这个消息先急了，不想让儿媳妇走，让自己去。这个举动的杀伤力远比表面看到的要大。还记得让小时候准备去教会学校，杰罗姆哭着求他留下那件事吗？当时让觉得那是父爱，但这一次杰罗姆的真实面目他再也无法自我欺骗了。父亲从来不爱儿子，只爱自己。当年那个哭着留他的人，不过是在把孩子当作对抗生命流失的工具。现在有了更好用的儿媳妇，让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临走前的那一周，诺艾米也许是觉得他快走了，松了口气，表演得格外卖力，结果入了戏，也把当事人给唬住了。某一夜，在他热情的撩拨下，让竟然产生了一个幻觉，一位少女在他的喘息中恢复了活力。他忍不住说：诺艾米，若我不走了呢？黑暗中他只回了一声闷滞的惊叹，但让听懂了，那声惊叹里装着的是惊骇。他补充道：放心吧，我会走的。这一句话泄露了一切。他翻身面向墙壁，听见了他的哭声，这是全书最心碎的场景之一。诺艾米哭是因为自责，没有扮演好一个贤妻，被丈夫看穿了真实想法，还被当面点了出来，让她痛苦更深。高自尊加高敏感，这一刻她清清楚楚地确认了一件事，他从来没有爱过她，连假装都快撑不住了。在巴黎，他试过找妓女，结果打击更大。有个老头好心提醒他快打烊了再来，那时候姑娘便宜。这句话把他买性这件事赤裸裸的不加遮掩的搬上了台面，让受不了这个妓女对他过于顺从热情也能刺痛他。他这般急切殷勤的献身，这般毫无嫌恶的顺从，竟比诺艾米浑身每一处都丽乎不要时更令他刺痛。他在女人惊愕的目光下往桌上掷下一张钞票，不等他回应，夺门而逃，做贼似的窜进一条暗巷。后来诺艾米给他写信说很想他，让又忍不住开始期待了。他不知道的是，诺艾米写这句话不是因为思念，而是因为她在丈夫离开后碰到了几个英俊的男人，思想开了小差。她写信给丈夫是为了规训和警示自己有夫之妇的身份，让因为这个误会离开巴黎，返回了家乡。接着那天的画面也很炸裂，来接她的除了诺艾米，还有那个仆人的孙子。
这两人站一块，金童玉女，让夹在中间，对比惨烈到无法直视。更要命的是，他不在家的日子里，妻子明显容光焕发了。回家之后打击继续，父亲不关心儿子的病情，反而恼火儿媳妇不能把精力全放自己身上。请来的大夫长得还很帅，当着让的面毫不掩饰对诺艾米的兴趣，贴脸侮辱。而这对夫妻的相处依然一如既往的拧巴。书中有一段写得让人心碎，有几回夜里他轻声唤他近前，见他假作酣眠，便起身亲吻了他，一如往昔。圣人献给麻风病人的吻，无人知晓那些满身溃疡的麻风病人是否会因嘴唇沾染了圣洁之气而欢心，让佩鲁埃尔却终究挣开了那个怀抱。别碰我！此时发出惊惧呼喊的人反倒是他，这就是书名的由来，给麻风病人的吻。诺艾米给让的每一个吻都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愧疚和道德义务。就像圣人俯身亲吻麻风病人那样，那是施舍，不是欲望，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不是平等的渴望。而让这个高自尊的一知半解读了尼采的男人，他宁愿被拒绝也受不了被怜悯，因为怜悯正是尼采口中奴隶道德的核心标志。接受怜悯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弱者，但拒绝怜悯又意味着彻底失去妻子最后一丝善意。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一个用善良铸造的密不透风的死局。前面铺了这么多，现在终于可以把尼采这个东西完整的拆开给大家看了。在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我接下来讲的奴隶道德不是一个骂人的词，它是一种心理机制，一种你我身上都可能存在的隐蔽的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理解它不是为了审判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好，开始。尼采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分成两套系统，主人道德认为强大是好的，创造是好的，充满活力是好的，软弱卑微是不好的。奴隶道德刚好反过来，温顺是善，忍让是善，谦卑是善，而强大、骄傲、欲望则是恶的。它的核心操作非常简单，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就说它是坏的，我做不到的事我就说不做才是高尚的。听起来很像阿 Q 精神胜利法，对吧？确实有相似之处，但奴隶道德比阿 Q 危险得多，因为阿 Q 只骗自己，而奴隶道德它会在某一个时刻从自我安慰滑向对别人的道德要求，从向内变成向外。这个转变是悄无声息的，但它一旦发生，杀伤力是巨大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就是强者必须内疚，成功者必须自我否定，卓越必须被打压。你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过得好，如果你过得好，你就应该心虚，如果你不心虚，你就是坏人。这种思维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人生不是只有一场成功与失败。一个内化了奴隶道德的人，会为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感到羞耻，对生活中每一次的得到和成功都产生深深的不配得感，在获得面前犹豫不决，最终错过改变的机会。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无力改变。注意，这说明改变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只是目前做不到。奴隶道德就是一种让你自我欺骗的工具，它帮你忘记改变这个念头，让你觉得不改变才是正确的，不改变才是高尚的。但世界是动态的，现在做不了不代表以后做不了。如果你把无力改变美化成一种道德优越感，短期内确实舒服了，但一旦未来出现了改变的机会，那到时候你就不是做不到了，而是能做却不敢做。因为你已经给自己立了一座道德牌坊，谁敢拆自己的牌坊，生命从此停滞不前。说到这儿，我们回到让身上，他为什么最终走向了毁灭？逻辑链是这样的，他想要得到妻子的爱，但他也看出了对方对自己的厌恶，他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体和资质，也没有能力用其他方式让妻子真正爱上他。怎么办？他把这种无力改变美化成了德行高，我是正人君子，不愿强迫妻子。这个动作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但他暗中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妻子开始为自己对丈夫的生理厌恶感到羞愧了。你看，一个高尚的
从不索取的丈夫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你作为妻子，面对这样一个人，你能心安理得地嫌弃他吗？你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诺艾米就更加卖力地假装爱他。这就是奴隶道德最隐蔽的武器，它不是用力量逼迫你，而是用善良让你内疚，通过扭曲道德标准来让别人产生愧疚。这个操作暴露了弱势方的真实想法，他内心从未放弃改变的欲望，他只是想在不承担改变的成本、不承认自身的欲望、不直面失败的风险的前提下，仍然对现实施加影响。奴隶道德思维的人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我要改变结果，但不通过我直接变强来实现。他们不想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不在乎改变，他根本不需要通过道德来逼迫别人愧疚。诺艾米因愧疚而做出的补偿动作，再让看来就很像爱。他生病了，被妻子照顾，妻子的同情也很像爱。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非常邪门的方法来获取爱情，不提升自己的魅力，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无力改变，而是通过为自己塑造道德形象，比如去照顾镇上的病人，来获得妻子的尊重和同情。他用道德来代替欲望，把自己从一个不会被爱的人改造成了一个不可以被拒绝的人。因为你很难心安理得地去拒绝一个明显高尚的人，那不是求爱，那是道德绑架。尊重、愧疚和责任感催生出来的伪亲密，只是一种道德负债，不是情感选择。这个逻辑一旦建立，就会产生一个极其恐怖的推论：如果我不再受苦，我就会失去你。让开始通过不停的生病来贪恋那一点若有似无的温情。他有一个朋友得了痨病，所有人都躲着，让偏偏要去人家家里照顾他。朋友去世了，让也被感染了，最终让也死了。所有人都被他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和崇拜。但我们现在知道，那不是舍己为人，那是一个在奴隶道德思维里越陷越深的人，用自我毁灭来换取他人的愧疚与尊重。他不是死于疾病，他是死于一个信念：只有当我足够可怜，这个世界才会对我温柔。故事的最后一章写的是让的葬礼。第一句话非常简单，但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后背直接凉了。杰罗姆先生睡下了，他又睡下了。儿子的葬礼，他也装睡，就像当年妻子的葬礼一样。这个人的自私是沁入骨髓的，沁到你甚至感受不到恶意，因为他太安静了。莫里亚克在这部小说里从头到尾没有制造过任何激烈的冲突，没有人吵架，没有人发火，没有人摔盘子，所有人都在微笑，都在体面。但你就是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杰罗姆这种人是一种能量寄生型的家长，他无法自主产生生命力，他需要通过掌控下一代的关注和情感来攫取能量，维持自己的存在感。小时候不让去上学，就用亲情绑架，哭着求儿子留下，不是命令你，不是打你骂你，而是让你良心不安，让你主动放弃自己的计划。他从一个权威者的位置上撤离，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和牺牲者的位置，让孩子背负道德债务，既达成了操纵的目的，又不需要为孩子的决定承担道德责任。这是不是听起来也很耳熟？很多家长看似开明，总是说你自己做决定吧，我们不干涉，外人看了都觉得善解人意。但有些孩子一听到这话就炸毛，情绪失控，让旁观者很不理解。原因是他们嘴上这么说，但会在其他隐蔽的时刻营造一种特定的紧张氛围。不用很明显，即使很微弱，孩子也能准确识别父母的真实想法，然后被影响。在权力关系中，弱势的那一方总是会训练出极强的感知力，这是自我保护。所以在亲子关系中使用奴隶道德思维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儿，因为它几乎是零风险的100%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对孩子的长期影响是边界感混乱，很难拒绝别人，很容易内疚，很容易被受害者叙事操控。说到这里，故事本可以结束了，但莫里亚克在这个作品发表10年后又写了一个新结尾，也就是让去世后几年公公和儿媳妇的相处故事。遗嘱规定，只要诺艾米不改嫁，佩鲁埃尔家的财产在杰罗姆去世后就都归他，
表面上两人相处得很和平，诺艾米照顾得很尽心，但杰罗姆的日子越来越难受了。他以前是大家长，让因为儿子的身份和性格缺陷对他唯命是从，所以老头过得很舒服。但现在他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虚弱，儿媳妇却正当年，在他家这几年养的身体更强壮了。杰罗姆当年在儿子面前装弱者，现在真成弱者了。而且相处时间越长，诺艾米就越不吃他那套了。他想撒撒娇做一下，诺艾米直接无视。他想要什么，他就偏装不知道。他不是喜欢装睡吗？喜欢躺着吗？诺艾米就真把他当个大玩偶供在那儿，让他浑身不对劲。书中有一段写得极其精彩，是的，他根本不在意，他竟然在笑，善意而讥讽地说他是因京剧才重写的。他从未用这种语气同他说话，他恼羞成怒，极力压制，却掩饰不住京剧之感。他表示自己但求一死，他却点了点头应道：这样啊，这样啊。三个字，轻飘飘的三个字，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杰罗姆几十年来用情感操纵构建的堡垒。很多读者都非常喜欢这最后一章，有点爽文的感觉了。当年那个被困在婚姻里的美丽女孩，在丈夫死后终于不再需要扮演贤妻了，而当年那个用装睡来逃避一切的老人，终于遇到了一个不吃他那一套的人。奴隶道德的操纵之所以有效，前提只有一个，对方在乎。当对方不再在乎了，所有的道德绑架都会像失去引力的卫星一样坠入虚空。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婚姻里两个人从不争吵，从不动手，从不恶语相向，却比家暴更让人窒息？现在我可以回答了，因为在一段暴力的关系里，你至少拥有一样东西，敌人。你知道谁在伤害你，你知道伤口在哪里，你可以指着他给别人看，给自己看。你可以恨，你可以逃，你甚至可以还手。你的痛苦有名字，有形状，有来处。而在一段礼貌的关系里，你什么都没有，没有伤口，没有凶手，没有证据，你只有一种模糊的、弥散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窒息感。它不像刀，不像拳头，它像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你闻不到它，看不到它，但你每一天都在中毒。你去跟朋友倾诉，朋友说他对你挺好的呀，你去找父母哭，父母说知足吧，多少人想嫁都嫁不到。你甚至去翻法律条文，法律说这不构成任何一种可被追溯的伤害。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一定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太贪心了，一定是我不懂感恩。一个什么都没做错的人把一生交给了我，而我竟然还不满足。你看，这就是礼貌最精密的杀人手法，他不需要动手，他只需要让你觉得反抗是不正当的。一段有暴力的婚姻摧毁的是你的身体和安全感，但你的自我还在，你知道自己在受苦，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一段礼貌的婚姻摧毁的是更深的东西，你感受痛苦的权利本身。它让你连我很痛苦这4个字都说不出口，因为说出来就意味着你在控诉一个好人，而控诉好人这件事在所有人的道德直觉里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你只能把这份痛苦吞回去，1天、1个月、1年、10年，吞到最后你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痛苦过，你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其实你只是麻木了。麻木和接受之间的距离，就像活着和没有死之间的距离，看起来一样，实际上隔着整个人间。莫里亚克在将近100年前就看穿了这件事，他笔下的让·佩鲁埃尔和诺艾米不是什么极端案例，他们是一个模型，一个被反复复制了1000万次，至今仍在批量生产的模型。每一个被父母催婚嫁给了条件不错的人的女孩，都可能是诺艾米；每一个被告知你应该知足的妻子，都可能是诺艾米；每一个在深夜躺在丈夫身边却觉得自己躺在太平间里的女人，都可能是诺艾米。而每一个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却选择用对他好来维持关系的男人，都可能是让。每一个把他迟早会被我感动当做爱情策略的丈夫，都可能是让。每一个用道德绑架代替真实吸引力，用自我牺牲代替自我成长的人，都已经踏进了让的那条路。而那条路的尽头，莫里亚克已经替我们走过了。
他写得很清楚，尽头不是和解，不是顿悟，不是什么触底反弹，尽头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躺下来，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圣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为了别人才死的，他只是终于找到了一个体面的理由，不用再活了。这才是这本书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地方。他不是在写一段失败的婚姻，他是在写一种活法，一种被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鼓励、大规模推崇、大规模生产的活法。做个好人，忍一忍，别太自私，别要求太多。别人都说好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听过这种话吗？你说过这种话吗？如果你说过，那么恭喜你，你已经站在了莫里亚克笔下那间密不透风的客厅里，壁炉在烧，茶杯在冒热气，你对面的人正在对你微笑，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体面，一切都在杀死你。而你唯一能做的是先承认一件事，不是所有的笼子都有铁栏杆，有些笼子是用礼貌焊成的，用善良上的锁，用为你好刷的漆，从外面看那不是笼子，那是一个家。我想在最后留2个问题，不急着回答，带走慢慢想。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此刻正身处一段所有人都说好的关系里，但你的身体在说不，你每天都在执行正确的动作，微笑、体贴、感恩，唯独感受不到活着的温度，那么你的不幸福到底是矫情，还是你最后一丝生命力在试图自救？第二个问题，如果让佩鲁埃尔没有死，如果他活到了40岁、50岁、60岁，如果他在那段婚姻里又熬了30年，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用想太远，想想你身边那些眼神已经熄灭了的中年人就够了，他们也曾经是某个人的让，或者某个人的诺艾米，只是没有人替他们写成小说。我是番口，我们下期见。